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啊，我还特地为了这一次的主题换上了新的装备，所以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了，就是新的玛雅文明，还有新的紫色统帅。那么紫色统帅纳尔赛斯还有包括凯瑟琳呢，在之前就已经有介绍过他们的技能了。不过我这边还是大概的说一下这两个紫色统帅的能力到底到什么程度，要怎样去搭配。那首先，如果你是在 K2 的玩家，你肯定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你就只能选择这两位统帅搭配使用而已。而且据官方那边透露，这两位统帅只能在 K2 以上的 KVK 才可以使用，所以 K1 的玩家是没有这两位统帅的。顾名思义，这两位紫色的远程统帅并不是这一次新文明的统帅，不过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因为你们之前也看到剪影了。但也就是因为这两位统帅在 K2 开始就已经可以使用了，所以他们的能力不至于到征服赛季统帅的那个程度，但是至少他的能力还是 OK 的。首先，纳尔赛斯他的能力是属于在输出再加上辅助，输出的部分在于他打出去的伤害会比凯瑟琳要高一点点，同时间他的主动技能有 debuff，辅助的部分就是在恢复怒气还有治疗，而且同时间纳尔赛斯因为有增加防御力的关系，所以他的部队会比较硬一点，并且他所使用的天赋就是防御天赋。至于凯瑟琳的定位是比较偏向于输出，还有包括他的天赋也是技能天赋，虽然他的直接伤害没有像纳尔赛斯这么高，但是他有 debuff 可以让对方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攻击力提升还可以造成额外伤害，而且觉醒技能还可以再额外增加效果，而且觉醒技能还可以帮队友增加 buff。 不过我看到一些观众就问我，如果这两位统帅的话应该优先选择哪一位，我个人会选择凯瑟琳。对我而言，输出打出更高的伤害，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如果有能力的话，两个都培养会比较适合。至于搭配方面的话，其实不应该先看这两位紫色统帅再去选择要搭配哪一位金色统帅，其实你们应该优先选择金色的统帅。但对我而言，如果是推荐金色的远程统帅的话，我依然还是会推荐加查马达跟贡萨洛。但这两位统帅都是重击伤害统帅，如果用技能伤害搭配重击的统帅呢，就有点不太适合。但如果要搭配的话，其实也不是说不可以，你们可以优先选择培养贡萨洛，然后搭配这两位紫色统帅。至于这两位紫色统帅会比较推荐哪一个搭配贡萨洛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纳尔赛斯，因为纳尔赛斯它的重点不是在于输出，而是在于辅助，刚好它那些辅助的效果全部都可以让贡萨洛所使用，主要是因为用远程的时候它的怒气会时常断掉，所以搭配纳尔赛斯可以减缓这个问题，因为它也可以恢复怒气嘛。但是重点是你一定要释放主动技能之后才可以恢复怒气。那假设你现在正在攻击的目标是没有办法让你释放主动技能，就可能你打的是低俗或者是在关卡一直来回进出的部队，那么纳尔赛斯就不适合你们去用了。因为纳尔赛斯它有一个技能呢，是必须要长时间打，要堆叠起来才可以，至少要打出2次主动技能才可以升满，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变成凯瑟琳会比较适合。主要原因就是凯瑟琳它本来就有攻击力提升，有概率可以造成额外伤害，而且还有 debuff。纳尔赛斯至少有3个技能是必须要触发了主动技能之后才会有效果，所以选择上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今天所讲的东西。那么在说完这两位紫色统帅的事情之后，接下来就是说这一次新的文明。那就如官方昨天所演示的一样，这一次的文明就是普通攻击和远程普通攻击提升 3%， 同时间还有增加工兵防御力 5%， 金币采集速度提升 10%。那严格来说，这个皮肤是提升普通攻击的，那是因为远程它必须要前面增加远程这2个字才会生效，所以这边的描述才会写普通攻击和远程普通攻击。但其实我觉得它可以写成所有普通攻击也是可以的。但现在问题来了，玛雅文明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兵种的文明？到底是步兵、工兵还是远程？那其实我觉得工兵文明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除了官方这边所透露的工兵防御力提升 5% 之外，我还去搜索了帝国时代，其实他们的玛雅文明也是使用工兵了，而且也确实工兵文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推出了，上一次推出的新文明也是步兵文明。但老实说，现在文明最多的就是工兵文明，骑兵跟步兵有4个文明，然后工兵现在已经有6个文明了，如果再加上玛雅的话就已经有7个了。当然也有可能我猜错了，有可能还是步兵文明也说不定呢。那么究竟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更换这个新的文明呢？其实老实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新的文明，因为这一次推出的新文明阵力其实每个兵种都可以使用，毕竟普通攻击每个统帅都有的，
像目前大多数玩家所使用的文明就是奥斯曼文明，可是它是提升技能伤害。但是现在我们队伍中并不是每个统帅都是使用技能伤害的，比如刘彻，或者是你有使用远程统帅的话，其实也是用不到奥斯曼的技能伤害增益。不过当然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3% 呢，它那个强度肯定是没有技能伤害提升这么夸张。不过它的重点在于每个统帅都可以使用，而且也是有增加工兵的防御力。重点是采集金币的速度会提升 10%。不过什么玩家会比较适合用这个新的玛雅文明呢？如果你是混兵的玩家就需要用到，假设说你是纯兵的话，你使用步兵就需要用到这个文明。但如果你是完全骑兵的玩家，其实是不需要用到这个文明了。如果你是完全工兵的玩家，你使用回奥斯曼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工兵生命值提升 5%， 行军速度提升 5%， 技能伤害提升 5%， 这个是对于工兵来说最好的文明了。会说纯步兵玩家会使用到这个新的玛雅文明，是因为至少你一定会有2队部队是用重击伤害的，所以比较起选择奥斯曼的技能伤害提升，玛雅文明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会更加重要。至于使用混兵的玩家可以再斟酌你们要继续使用奥斯曼还是要更换这个玛雅文明。假设说你的部队里面只有1队重击的步兵统帅跟1队远程的话，那其实没有必要特意去换成玛雅文明。假设说你的部队里面是已经开始使用2队重击的步兵统帅，2队的远程统帅，那么你就应该要替换成玛雅文明了。那现在要进入我们的副主题了，到底推出了这个新的玛雅文明和新的统帅之后，对于游戏有什么影响？现在之前我就已经有透露过了，其实远程统帅更加适合那些没有氪金的玩家去使用，因为在后面输出的关系，而且现在推出紫色统帅，他们能够负担得起。所以之后一般的平民玩家也是可以加入战场了，就算是使用1队远程也好，但同时间也就会变成远程部队会比较多，之后我们的战局就会有所改变。就像之前我所做的国服直播那样子，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的远程，其实远程都可以足够控制他们的战场了。但也不是说只是靠远程统帅就可以控制战场了，你也是要搭配近战统帅。只要远程大部队前面有精英的近战统帅，都已经可以做到很好的压制效果了。相信这个部分在之前有玩过强攻劲弩的玩家都应该知道。但这个方法是可以破解的，就是你们要使用更多的近战部队，哪一方使用更多的远程，另外一方就要使用更多的近战部队，而且不能怕，必须要全体近战部队往前冲，打掉远程部队，这样才可以突破远程大部队。当然听到这里的玩家都会觉得说，哎呀，你讲的容易，做起来很难啊。但实际上我之前的王国就是有这么做过，总要有人踏出第一步才可以破解这个防线。但是我上面所讲的东西是针对一般的王国，对于先锋王国来说，可能之后就会有更加多的远程。像国际服的话，其实没有太多活跃玩家了，大多数都是小号。在先锋王国真正能够打架的玩家，我觉得不超过300个吧。但是因为分线报名的关系，就变成说他们至少会有300个账号，全部都是小号，然后这些先锋王国他们就可以使用小号去培养远程统帅，放在他们的近战部队后面，做到一个压制的效果。而且刚好这个金币采集速度提升就比较适合小号，因为在先锋王国真的消耗资源还蛮大的，尤其是金币。但同时间也会影响到我们平时战斗的方式，之前我们战斗的方式就是一直不断的推球往前推，但是现在因为远程的加入，就变成说并不是每个玩家都使用近战部队，有可能我们的战线就会固定在一个位置，不会变动，甚至是没有办法进攻，只能僵持在原地而已。而且官方这一次推出了远程统帅之后，我相信接受远程的玩家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间接性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战斗模式。那我觉得国服那边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现在大家都已经适应了远程的部队，反而是国际服的玩家现在还有大多数人都不太能够接受远程，所以现在你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上一个版本的时候官方就推出了新的远程王国技能，就是他们可能已经想到了之后的战斗方式就会变成这样子。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